一个是为了不让球队丢球，即使拼出自己的性命也要追求。不好，最后膝盖受伤了，我对队友负责，球队的荣誉，盐城的荣誉，一定要拿3分。明知可能会受伤，却依然义无反顾地扑向危险，用血肉之躯筑起最后一道防线。17岁的少年用肩膀扛起了整座城市的希望。如此少年，怎能不喜？如此苏超，怎能不爱？最纯粹的足球，最高级的享受。17岁已经是苏超最稳的门将了，这是球迷们对盐城队门将年子航的一致评价。他不是国字号出身，也没上过什么顶级的青训营，却在苏超赛场上用一场又一场的扑救征服了所有人。在2025年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前5轮战罢，盐城队不仅保持了不败，更在过去的5场比赛中实现了4连胜加4场零封，其中极大的功劳都要归功于这位年仅17岁的少年门神年子航。在与淮安、宿迁、镇江的比赛中，年子航多次扑出了必进球，尤其是在对阵淮安的比赛的最后时刻，他高高跃起，单掌将对方的远射拖出横梁，现场球迷瞬间沸腾。解说员惊呼：“这不是扑救，这是盐城的少年铁闸呀！”年子航的身上有着超越年龄的冷静与判断力。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我是最后一道防线，我不能倒。”这句话也成了盐城球迷中最热血的标语之一，印在横幅上，喊在看台上。他不笑、不吼、不张扬，却把守这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站在门前，像极了这座城的气质，不动如山，稳如磐石。苏超走红至今，很多人说这是段子手的狂欢，是地方热情的狂飙，但看到年子航时，人们会想起，这也是一代少年的梦想燃起。从教室走进球场，
他用双手守住的不只是球门，更是这座城市的尊严。这里是盐城，长三角北翼新兴工商业城市，素有鱼米之乡、湿地之都之称。日新月异的盐城向海而生，赋能未来。愿负重前行的我们，不负青春，不负芳华。盐城，江苏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，地处黄海之滨，是一座低调却气质独特的城市。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，正是因为阻海为盐，古代因产盐而得名，是中国著名的盐之都。历史上，这里是东台、大丰等地的交汇腹地。文化上既受苏北民风的质朴影响，又有海洋文明的开放包容。别看它远离长江，却和自然亲密无间。有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湿地、麋鹿、丹顶鹤栖息于此，有国内最大的郁金香赏花地之一荷兰花海。你听说过荷兰花海吗？荷兰花海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北部的新丰镇，是国家4级旅游景区，总占地面积3000亩的荷兰花海，被各种颜色的花卉汇聚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在这儿不出国门，也能感受到欧洲般的美景和诗情画意。而且荷兰花海有中国郁金香第一花海的美誉，在这个春天，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浪漫的气息，鲜花瀑布直接出现在了眼前，数百种郁金香在春天里摇曳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，一定要和心爱的人一起来一次。春夏之交，美成童话。更有中国沿海最长的风车大道，骑行打卡圣地。除了自然风光，这里还有大众湖的波光粼粼，东台西溪的古韵悠长，以及八大碗、黄海大虾、盐城烫面饺子等富有本地特色的美食。盘点盐城烟火气苍蝇馆子，第一家京津私房菜，第二家如意小吃，第3家5星餐饮，第4家碧霞餐厅，第4家金花小吃，第6家瓦罐汤，他不吵不闹，却自成体系；他不争不抢，却稳扎稳打。如果说南京是省府的光环，徐州是地缘霸气，那盐城就是苏北平原上悄悄修炼内功的厚积之城。而现在，他们正在苏超的舞台上，低调却猛烈的爆发。如果说盐城队的球风是低调内敛，那么他们的啦啦队和助威团就是彻底的外放型热血担当。盐城主场每逢比赛日，看台就化作人海的浪潮，红旗挥舞，锣鼓喧天。尤其是在与数千的苏北德比之战前，开场仪式一出场就震撼全场。身披盔甲、手持长枪的西楚铁骑骑士队伍列阵而出，战意燎原。这场仿佛楚汉争霸再现的开场，不仅为比赛奠定了壮烈的氛围，也让苏北德比的热度直接拉满。球迷纷纷评论：对面是宿迁，我们是盐铁军。西楚铁骑不是花架子，是战役的图腾。而平日里，盐城啦啦队更是组织得井井有条。有统一的服装应援方阵，有专门训练口号的应援团，还有中场的舞蹈表演，球迷自制横幅、热血标语轮番上阵。他们不
靠明星造势，全靠激情点燃全场。而最令人动容的是，哪怕是在客场，盐城球迷也不曾缺席。他们成群结队，自驾上百公里，披着城市战袍进驻他乡看台，用嘶吼与掌声为球队撑起另一面不倒的后盾。在苏超这片战场上，盐城的球员在场上稳如老将，球迷在看台上炸裂如火。如果说年子行是球门内最后的屏障，那成千上万的盐城球迷就是场外最强大的城墙。盐城队目前战绩如下：第一轮盐城1-1平徐州，第二轮盐城3-0胜泰州，第三轮盐城1-0胜淮安，第四轮盐城1-0胜宿迁，第五轮盐城2-0胜镇江。5战4胜1平不败战绩，4场零封，对手毫无还手之力，均衡配置，攻守有序，执行力极强。这一波战绩不只是技术的胜利，更是团队稳定性和后防体系的全面兑现。在对阵泰州的比赛中，盐城队多点开花，速度与配合令人惊艳。对阵淮安和宿迁则充分展示了防守反击的能力和顽强的精神。而与镇江一役，盐城则展现出了一支成熟强队该有的比赛控制力。这支球队没有那么多段子，也不靠明星球员刷热搜，但他们每一次的跑动都带着目的，每一个战术都执行到位。特别是守门员年子行与后防线的默契，堪称苏超目前最稳的防守组合。如果南通是狼群，南京是段子手，常州是雨夜地摊烧烤，盐城就是不动声色的老干部。一路走来没有喧哗，只有比分。而球迷们看得最过瘾的正是这种稳中带爆点的打法，没有热搜，但有胜利；没有热词，但有硬仗。这支盐城队也许不抢7位，但他们踢出来的是冠军相。有人说苏超是13座城市的性格舞台，南京玩梗，徐州打仗，南通练兵，无锡开玩笑，常州雨夜算计。那盐城呢？盐城不像段子主角，却活得像段子背后的狠角色。你以为他是最没梗的城市，结果西楚铁骑一出场，全网震惊。你以为他只是务实低调的苏北代表，结果啦啦队气势一吼，震得看台抖山抖。你以为他不会整活，结果球员全是热血少年，连门将都是高中生主打。有人调侃盐城是苏超唯一一个没有走流量捷径，全靠硬实力打出来的队伍，而这一切恰好是盐城性格的写照。他没有宇宙最强地级市的自豪感，也不像南哥北霸这些气场先行者。盐城一路走来，不靠呼声，不靠炒作，靠的就是脚下每一次的跑动，看台上的每一次的呐喊。网友说，苏南踢的是技巧，苏北踢的是命。盐城不吹牛，也不憋屈，一脚一脚把尊联踢出来。尤其是在与宿迁那场苏北德比后，不少球迷感慨，这是苏北人该有的姿态。看盐城比赛，仿佛看到小时候老家那些不服就干的街坊兄弟。而在社交平台，盐城虽然不是最网红的存在，却慢慢拥有了自己的风格话语权。少年门神镇不住，年子行一声不吭就把球打了。西楚铁骑不配火，战马一冲，观众起立。没有顶级青训，没有豪华转会，没有热搜流量，但有血有魂有场面。在这个人人抢镜的苏超舞台上，盐城像一位沉默的斗士，不争戏份，不讲话头，只靠拳拳到肉的表现赢得尊重。这就是苏北硬核美学的真实写照。我们不是流量担当，但我们是现实担当。我们不说狠话，只做狠事。苏超是城市的竞技秀，而盐城是沉默中逆袭的范本。有人说，苏超是一场热闹非凡的城市综艺，而盐城则像舞台最角落里那个不抢风头却稳定输出的选手。
他们没有段子文化的先天优势，没有省会背景的资源支持，也没有连胜出圈的大肆宣传，但他们有的是17岁的少年站成城墙的坚持，一场不败打出来的硬气，以及看台红海中响彻天际的呐喊，和每一个不说狠话却真心热爱的球迷。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集体气质，沉稳务实，不叫嚣，但绝不掉队。盐城不是苏超的话题中心，但却是胜率最高的队伍之一。盐城不一定是流量热门，但却总能打出让人闭嘴的比分。这不是侥幸，这是长期主义的胜利。而正是这种不讲牌面但一直有牌面的表现，让很多的网友重新思考，在这个段子压过实力的时代，是否更该为这样低调而又强大的城市鼓掌？从第一轮的艰难平局到连胜4场的强势崛起，从少年门神的单掌封神到西楚铁骑的鼓声震天，从苏北德比的血脉喷张到每一场看台上的海洋呐喊，盐城用整整5轮的比赛回答了一个问题：没有噱头，靠实力赢得尊重行不行？苏超给出的答案是可以，而且值得。而盐城也用实际的行动让人们明白，我们不是走红的主角，但我们是苏超最真实的力量。盐城这座因竹海为盐而得名的城市，如今在苏超正用一种盐一样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记忆。它不像辣椒那般刺激，也不像糖果那样甜腻，它淡而有味，韧而持久，经得起时间，也扛得住逆境。这支球队的每一次出场都像是一次深层次的盐味爆发，慢慢渗透，最后咸入骨髓。他们防守如铁，指挥若定；他们进攻简练，锋芒长锋；他们不追求热闹的掌声，只追求干净的笔锋。这不只是一次城市荣誉的争夺，更是一场苏北孩子用汗水和呐喊写下的“我们也行”的足球宣言。他们不靠流量破圈，却用守门员扑救，球迷呐喊，战绩不败，在苏超里立下了一道最沉稳、最坚硬，也最有底味的防线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不正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